美国船厂工人的平均年薪是41026美元，平均每小时赚20美元。而美国劳动人口的平均年薪是多少呢？是72218美元。对于普通工人来说，进船厂打工就是一个穷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这期话题我们说的是美国海军核潜艇项目的主管抱怨船厂缺少劳动力，工资太低，无药可解。8月24号，美国海军负责战略核潜艇的帕帕洛少将公开表示，哥伦比亚级的弹道导弹潜艇计划的最大挑战是没有足够的劳动力。他说获得劳动力是一项挑战。多年来，我们指望承包商来搞培训，如今看来是不行了。根据计划呢，美国海军将订购12艘哥伦比亚级的核潜艇，一直服役到2080年。这是美国战略核威慑力量的核心，所携带的核弹头占美国核武库的70%。美国海军的有关人员一再强调缺工人、缺钱、缺产业基础，但是军方严重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白白浪费了纳税人的很多钱。美国造船业整体成本的上升和竞争力的下滑，严重的伤害了它的产业基础。如今呢，美国的造船工业已经萎缩到了中国的1%，只能靠军用船只的建造合同来维持工厂的运行和最低限度的技工队伍。现在也很难吸引年轻人进入这个行业，因为美国船厂的普通工人收入太低，严重影响了招工。根据2021年的数据，美国船厂工人的平均年薪是41026美元，平均每小时赚20美元。而美国劳动人口的平均年薪是多少呢？是72218美元。对于普通工人来说，进船厂打工就是一个穷字。但如果能当上技术干部，也就是所谓的海军和海事工程师，那平均年薪可以达到99590美元，比平均年薪呢要高2万多。工程师每年赚的钱比普通工人多出一辆8气缸的野马炮车。在任何一个行业里，一线工人技师如果工资太低，都不会是什么好事。船厂涉及的工种很多，包括焊工、电工、管工、装配工等很多工种，缺少任何一类工人，造船修船那都是空中楼阁。过低的工资还会招来瘾君子之类的极低素质劳动者，严重的破坏质量和进度控制。波音公司在 KC-46 生产过程中暴露出来的质量问题，很多都是这一类工人带来的。所以美国海军搞什么工人培训课程，完全是治标不治本。考虑到美国社会最近的高通胀率，只要不合理的社会分配制度依然存在，一线工人依然赚不到足够的薪水来养家糊口，美国海军造船厂缺工人的问题就会一直存在，这个会侵蚀美国海军的战斗力。中国的船舶工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稳居世界第一，但是一线工人薪酬偏低的问题同样需要引以为戒。只有充分的保证科研生产一线的收入水平，才能保证船厂又快又好的交付产品，才能从源头上保证解放军海军战斗力的成长。好，这期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